大家好，刚好一个网友问到引擎高温的问题，那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它在什么状况下高温，我大概就假设说，它是在行驶过程中，发现到水温偏高。一般来讲，如果你们是观察到原厂的仪表板，它的水温偏高的话，我先这样解释好了。如果比较旧型车辆的话，它的指针的误差值会比较高一点。我现在一般来讲啊，一般车辆的水温表都会如果你在正常状况下，已经车热了以后，在行驶过程中，一般来讲，水温表都是在中间，可能会偏高一点或者偏低一点，这都是正常的。那我们先假设一个状况，假设这位网友他的水温表是在中间，但是他发现水温表已经偏高的时候，他就停车了，赶快停车，让它冷却，然后做检查或者说做补水的动作的话，这个状况下，引擎多半受损的几率会很低，然后会引起这个状况多半都是可能风扇运作不良，或者说水箱本身就有缺水的状况下，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状况。但是如果你有适当的处置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发现水温偏高，就是比正常的刻度更高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做处理的话，一般来说引擎受损的几率几乎不会有任何后遗症啦。这是一个状况。然后还有一个状况是，你可能太专注于开车，你发现水温表已经顶到最高的时候，这个状况下处理方式一样，就是一定要赶快停车下来，然后开引擎盖让它散热，然后这个时候先赶快检查副水箱，你不要只要是水温偏高，你千万不要去开水箱盖哦，这个非常危险。然后赶快先检查你的副水箱，如果副水箱的水位蛮高的话，就表示它的里面的温度很高，压力大，所以水会挤出来。这个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加副水箱的水，你就先让它散热一下。当水到了压力偏低的时候，水位开始降低以后，然后再添加应急的水，比如说矿泉水啊、自来水都可以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你一定要先赶快让引擎温度下来。这个时候等水位下降以后，你再来进行补水的动作。然后还有一个状况是，你水温偏高，水温已经很高了，但是副水箱的水却没有跟着升高的话，这个状况就比较麻烦哦。这个状况可能你水路上就是散热系统上可能哪里有在泄漏，导致引擎内部的水就算压力高它也挤不出来，所以你会变成说你副水箱的水不会跟着升高。那这个状况下很容易会导致引擎就是气缸受损，因为金属会热胀冷缩嘛，当你金属热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的活塞环那些东西都会跟着膨胀变大，然后可能会造成气缸的拉伤，这个就比较麻烦。但是如果真的在路上碰到这个状况，水温偏高，副水箱的水位没有上升的话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不要贸然加水，可以的话就真的就只能叫拖车来。如果真的没办法，或者说已经快到家了，一样等温度稍微降低以后，赶快补水进去，不管它是在哪里泄漏或干嘛，赶快回到可以修理的地方再做处理。我刚刚讲的那些是在路上碰到水温升高的两个状况啊，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开车比较敏感，你只要发现水温刻度
偏高，可能就会停下来做处理。然后有的人可能比较专心开车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太高了，所以我就是举这2个例子。那基本上就是千万不要去动水箱，从副水箱下手，该补水啊，或者说水位已经很高了，就先让它散热一下，等水位开始在降的时候，这时候再补水进去。那后续的话，如果你们的状况是我刚刚讲的后面那一种，就是引擎高温，但是副水箱的水却没有跟着升高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可能要请车厂帮你看一下。那如果想要先自己做处理的话，我会建议朋友们，就是你们先回到家以后，或者回到你有工具的地方，先等车全部冷下来，然后先观察水箱里面的水够不够，然后副水箱的水是不是足够，确定这2样都 OK 以后，让引擎发动，让引擎怠速，让水温升高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观察水道周遭的东西是不是有泄漏。如果像上下水管的接头、上水管、下水管的接头，然后像我们这种拉锁式节气门的话，它那边还会有像这个下面那个水管那边也有水管，它一进一出，它就是要负责节气门的温度，检查周边看有没有哪里在泄漏水，甚至副水箱的水管也要做检查，也有可能是像我上次那个状况，就是上水管会扁掉，这些先去做检查。如果有泄漏的话，赶快把那些可能该换的水管啊，或者说铁水管那些该换的都要换一换。如果是都没有泄漏的状况下，高温副水箱水位却没有升高，这个状况下可能就比较麻烦，很有可能是气缸床垫，冲掉。所谓的气缸床垫冲掉，就是气缸跟气缸上盖，就是凸轮轴啊、气门的那个气缸上盖，中间会有一个金属的，多半都是用金属的啦。那个就是在隔绝水跑到燃烧室里面的一个介质，很怕是它有破洞裂掉，导致水往里面跑。那如果是那个东西就气缸床垫出问题的话，一般观察就是，如果你在这个状况下，你的排气管还是会冒水蒸气的话，已经热车了哦，热车以后排气管还会冒水蒸气的话，这个很有可能都是有水跑进去，变成说水进去以后水量不大，但是引擎还能点火，它进去就把它烧掉就高温嘛，就变水蒸气排出去。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换气缸床垫。这个我是都建议给车厂用啦，因为我的频道我不想介绍一些像我自己有时候我在拆一些东西，我很想拍片，但是我想到很多朋友可能手边没那么多工具，甚至可能没有拆过，我贸然介绍你们拆那些东西的话，你们第一次拆可能像常看到很多人介绍拆东西都很简单，结果你们贸然下去拆，很容易把东西拆坏掉。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就有讲过，我不会去介绍一些难度很高的 DIY， 因为那个有可能会误导各位啦，感觉好像很简单，其实真的拆下去我才会知道问题一大堆。所以说像气缸床垫这种东西，如果像我刚刚讲的，你们发现排气管热车以后排气管还是在冒水蒸气的话，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气缸床垫冲掉。然后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有气缸上盖啊，
就是水道在跑那边可能出现破洞，这个时候就要最简单的观察方式就是开机油加注孔这个盖子，打开以后观察里面的机油有没有乳化的现象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是气缸上盖有破洞漏水的话，在这边应该都观察得到，要不然就是真的只能把机油放掉再做观察。这两个状况是比较麻烦的状况了，但是检查的方式就是先这样子。那如果说手边有那个水道加压器的话，就是它可能一个塞子，然后像一个打针的针筒那灌压力那种的话，也可以用。但是老车很多，你压力打太大的话，可能水箱的缝会撑开或裂掉。所以，除非你有把握啦，要不然你知道什么水箱该打多少压力下去测试的话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以上就是当你们碰到引擎高温的时候可以做的处理方式。反正基本上就是不管你在马路上在行车过程中遇到什么麻烦，真的不要紧张，然后可能该叫拖车的就叫拖车，然后真的觉得状况 OK 的话，真的很有把握的话，赶快做一个应急的处理，加水啊，或者周边的东西，然后处理完以后慢慢开到就近的保养厂，请他们做处理。如果离家近的，就是回家先做处理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关于引擎如果碰到水温过高的处理方式，跟后续一些可以做的检查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